其第二对情感嘉宾孟先生50岁，来自河北，销售；马女士40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有哪些缺点？他管的事儿太多，心太急，就是一言堂。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他被家庭束缚住了，一点没有上进心，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你希望你们未来如何发展？我很爱他，为他付出了很多。我希望呢和他结婚，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很爱他，又舍不得他，但我又不想结婚，我怕连累他。有点拧巴，有点拧巴，讲讲吧。我和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他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他。我们相处1年多了，但是他提出了分手。他不是提出了结婚吗？怎么变成分手了？因为是这样，我年龄大了，想结婚。说实话，我对他也该付出的付出了，我就觉得2个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但是他一直也不同意，一直是拒绝我。40、50岁的年龄了嘛，应该之前都有过婚姻吧？对，也都有孩子是吧？对。那这相处了1年了，这男方觉得咱该谈婚论嫁了，我觉得也正常啊。女士为啥不愿意呢？因为我之前有2次婚姻，然后这2次婚姻的经历吧，最终以悲剧收场的。我可能心里有一些阴影。你2次都是离婚吗？我这2次不是离婚啊，是就是说都是意外死亡的。但是有一点，您更需要的是旁边有一个爱你的人相守相伴来帮你止痛啊。这确实他还是有一些心理需要慢慢去接受，或者是慢慢调整的哈。我这种可能身边更需要一个懂我的人。咱慢慢去讲哈。之前的2段婚姻有孩子吗？我有2个孩子，2个女儿。是同一段婚姻的还是2段婚姻的？2段婚姻的。平常你自己带得过来吗？还是有人帮你？还有一个婆婆。第2段婚姻的婆婆是吗？对。婆婆现在也跟着您生活。对，因为我公公也没了。你认为老人不容易，所以你愿意抚养老人，我真的为你点赞。男士其实一直知道这个女朋友这个情况是吧？我知道，我觉得这件事不算什么，我也认可他。如果他和您结婚，他把老人带过来，你愿意吗？我愿意。心里也挺难的。哎，好难受啊。但确实现在眼前这个事情就是，先生想更进一步。您有孩子吧也？有，我女儿26岁，长大成人了哈。女士的2个女儿多大呀？我一个是上初中的，一个是上小学的。我这里想问一下，婆婆知道你们这一段恋情吗？知道的。婆婆支持还是反对？婆婆是不赞成的。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婆婆觉得她年龄比我大了，我们2个不合适。10岁也还好吧。婆婆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怕你们2个人真结婚了，不管他了就扔下她了。对，这个是一定会有真实的一种担心。婆婆有这个担心吗？有。那这2个女儿呢？对这个叔叔接触过吧？接触过。接触的多吗？还可以，我们相处这1年嘛，他的工作经常是出差的，但是他回来以后，他都会给我女儿买东西，然后给老人买东西的。有时候过年我也给他买，2个孩子我也就是说带他出去啊，吃点好吃的呀，买点好东西啥的，都尽量满足孩子。表现还不错是吧？女儿喜欢这个叔叔吗？不喜欢。哎呀，那为啥呀？因为他管的太多了。我大女儿吧，她刚上初中，她比较喜欢女孩子嘛，她喜欢化妆什么的，就是她经常会说她。然后我们这个小女儿吧，她刚上1年级，孩子嘛贪玩儿，学习上面吧可能都不上心，她就会经常督促她，还会给她买一堆练习题。她超前了，她把自己当成了2个孩子的父亲了，所以以这个父亲的身份去管了，这个确实太超前了，边界感。我就觉得我们2个在一起，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让2个孩子好好学习，都是学习的年龄，我长大有个出息，然后呢有个好的工作，我是这样想的。孩子接受不了的，即便你们2个人再婚，也不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育另一半带来的孩子。我总觉得，你看刚才女士啊，她说起来这个先生对她的好，她特别那什么说，管得太多了，我孩子也不喜欢你，我婆婆也不喜欢你，我怎么感觉是从
根儿上可能女士就不太接受男士和她这种相处的方式。他还经常说我啊，你看看，就是他说你怎么不出去找个工作呀？你天天在家啊，你不工作吗？我现在有时候有点散活，我可能出去一下，但是不能说一个月经常上班。你没有稳定收入，你们家这是还有2个孩子，就靠我婆婆的退休金。其实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拖累她。但是婆婆的社保也是有限的呀。对呀，但是我婆婆76了，都已经快80了，我没有办法抛下她。我婆婆小脑有点问题，我们家现在这个状态，我没办法撇下我婆婆。我是这样，我觉得她应该上个班，那我也想给她找个工作，虽然挣的不多，可以让家庭能缓解一下，是吧？你给她找了什么工作呀？然后我的朋友，我就厚着脸皮给她找的工作，去了一家朋友开的饭店，然后3天打鱼2天晒网。哎呀，我今天我婆婆不舒服了，然后孩子又复习了，3天2头不上班。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了，这也不行啊，我没法用啊。所以你给他找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家，然后不管家里的人。我也愿意他生活过得好一点。他也想过得好啊，那可行吗？那婆婆在家小脑萎缩，2个孩子都那么点大，她出得来吗？那她也要生活啊，不出来不干，然后婆婆还有病。听起来你真的不像是能接受她婆婆的。不是说那样，但是我想让她这个生活啊能改变一点。那你要真想改变，让她真的能接触社会，少一些家庭的压力和束缚，你多挣点钱给她雇个护工啊，也是可以啊。但是他跟我结婚呢，如果结婚了，你愿意去承担他们家里的这一个经济的负担吗？我愿意。这个真看不出来，就是感受不到你结婚之后会做这样的事儿。这一点我比较理解这位男士啊。经过一段婚姻，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确实会有自己的一些我们可能接受不了的认知。也理解。不是初婚的时候之前的那种爱情，我们只要有浪漫就行了，我可以一切的付出。如果我们说他自私，我认为这是能够承受的自私。这不是自私，这是功利主义。但是这种功利，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她浑水，但我不认为一个功利主义者能接受她婆婆。女士，你满意她对你的情感状态和她现在给予你的这些吗？不满意。哪点不满意？他一直在催促我结婚这个事儿，是吧？但是他和他的前妻还有联系，他手头紧的时候，他还会跟他前妻借钱，然后逢年过节呢，还会拎着礼物上他前妻家去坐坐，然后跟他前妻吃顿饭。我来解释一下啊，因为吧，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周转不开了，然后我就跟前妻借了10万块钱。借了那么多，10万，这多大的恩情啊！然后我跟他借，他有吗？他又没有。那你其他没有朋友吗？因为我们毕竟共同有过孩子，就毕竟还有感情。那你就把话说明白嘛。但是我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我是为了看看女儿。这个女士见过她女儿吗？见过，见过一次，就是她带我去的，带着她女儿，我们吃了一顿饭。这一开场，人家对我没有任何称呼，然后就是爱答不理的吧，我这个马上就感觉到挺难受的，是吧？澳门新葡京娱乐城998860.com，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超高赔率，永不枯燥，每天数百万奖金池，轻松爆，一次旋转，暴富人生，立即加入，迎接你的幸运爆奖时刻。澳门新葡京娱乐城998860.com。然后呢，吃饭期间呢，他还阴阳怪气的，他说我就是图他们家钱了，就等着他爸100年以后得到一份财产。小姑娘直接这么说的呀？他太单纯，也就是说26岁，你可别说他单纯。这不是单纯的问题，关键问题是你的态度。我跟说了，我说你阿姨不是这样人，她不是图冒的这个钱。你前妻对待你现在这个女朋友，并且你想和人成家，包括她现在家庭情况，你前妻知道吗？知道。咋说的？也希望我有个家，希望我有人照顾。他没替你担心一下，说你找的这个女朋友负担有点重啊？人说了，你自己的路自己选择吧。前妻有对象了吗？前妻结婚了。所以这个女儿说这番话，这位女士，你自己怎么想的呀？他说完这话以后，当时我就感觉很伤心的，我觉得对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就太伤自尊了。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什么？以后吧，他们2个在一起时间久了、长了，会
缓和好一点。我发现你没有搞定任何一个人的能力，对，你所有搞定别人都是靠拖。那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不要去管这些事儿，我说这是你先别说跟姑娘女儿讲了什么，你就现在现场，你女朋友说到这件事情还是泪流满面，你先跟她讲通了呀，让她不难过了呀。我跟她也讲了，我就是说你别担心这个，我说那孩子冲撞你不是有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说我是真的爱她。爱她啥呀？人好，非常善良。这个女士是不是听完男朋友女儿说这个话，这个结婚的念头更……我是坚决不想结婚的，因为我觉得进他们家都是事儿。如果说换作是你，我的女儿质问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如果换了我会马上告诉孩子，你马上向阿姨道歉。他怕他女儿，他谁也搞不定，他谁也搞不定，他怕他女儿。马女士。其实说实话，咱们客观的讲现实生活啊，你这个负担是挺重的。其实你还真的生活挺艰难的，全部都是你需要照顾，你需要付出的，其实是没有人能帮你的。但这个男人出现，他其实还是多多少少帮助了你不少吧。我不是指钱上的帮助啊，就有一个人说我爱你，我愿意陪着你，给你女儿买礼物，咱们一起去吃个好吃的，这份美好你能够感受得到吗？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经历过2次婚姻，我已经不是那个年龄了。我不是说你今天说爱我，我就相信的。我要找的这个人是能替我扛起来很多事，而且还能护我的人，而不是他这样的。遇到事以后，他怎么说的呀？那是他女儿可以原谅吗？这是人身攻击。那是第一次啊，刚见面他未免说对你有一些情绪吧。不是你女儿，原谅不了的是你的态度。对。你女儿有这个行为是正常的，你的态度不可原谅。是这样的，因为他会想，今后结了婚你怎么保护她呢？我原来认为，由于面对的是再婚，可能有些事情我们会有自己的功利也好，自私也好，保护也好。此刻我更多的认同陆琪老师的这一个观察，因为你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口上说的确实非常的踏实，但是今后你能不能做得这么踏实，他心中没底，连我们都没底了。这个你们相处1年当中哈，这个孟先生陪伴女士陪伴的时间多吗？不多，也不多啊。因为他1年当中几乎都在出差，然后应酬，然后回来的几率就是说只有4个月的时间。他回来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有一次他喝多了给我半夜打电话，然后他说我现在喝多了，你马上过来照顾我一下。你说我2个女儿1个婆婆，我怎么照顾她去？我说的我现在出不去。他然后这个电话他都挂了，1个星期没有消息了。我生气啊，我也需要人陪啊。你需要有人陪，你就找一个能陪你的2人世界的呗。那我有他呗。他不能陪你呀，那我爱他得先陪他呀他的女儿，那你去陪他呀。他需要陪他女儿，他的他有婆婆。客观原因不能陪你，再爱他也有客观原因陪不了你。是，我也理解，我要求不高。因为我常年出差，也出去2个月啊3个月啊，我觉得就是在我出差回来的时候，需要人给我做口热乎饭吃都行。我觉得吧，给我的这种想法就是说，结与不结婚都一样的，我不还是一个人吗？哎，那不一样啊！结了婚以后受法律保护，彼此有责任有义务呀。但是我就感觉他女儿很不赞成我们。他女儿会和你们一起生活吗？不会吧？不会不会。那我真的不知道你在防备什么。反正我就感觉还是这样，不结婚好，我就不想结婚。其实就是防备这个人啊，男方就没有给他安全感。对对啊，对对，他对这个男人没有信心。对，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啊，然后我出差回来会给他带礼物，对吧？然后我又你所有对他的好都是追求期的好，就没有看到在婚姻期给他的支撑。也就是说，他真正在婚姻和生活里面需要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你给他的都是一些表面的那些他并不需要的东西啊。对，他要的是安全。而且你给他再多情绪价值有啥用呢？人家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对对对对。那我替这位马女士功利一点，如果说她同意和你结婚，结婚前你愿意在你的房子上加她的名字吗？你愿意以后今后的财产归她管吗？愿意吗？这个得考虑一下。对呀，因为毕竟是
二婚嘛。所以你也不是不顾一切的呀。问问我们这对头婚的夫妻对他们的情感状况，你们是怎么看的？我感觉男方好像是不够理解，应该分。你看你的逻辑很清楚，你现在担忧别人，担忧自己了，对吧？其实你看别人看得很清楚。你再不好好调整，你也应该分。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和感受啊。其实你们两个并没有你想的感情那么深，也没有你想的感情那么好。你们俩在一起1年多，见了多少面？3、2次。你一个在一起才1年多，然后1年只见3、2次的人，你要去跟他结婚？因为我的工作我都要外出啊。大哥，你这个对你自己的人生也很不负责任哦。你这个连成为好朋友的基础都没有啊！你要跟他结婚，首先您对你自己不负责任。你这个我着急结婚呢，我年龄大了。不，那这个说明他不是唯一性。你只是刚刚好在这个时间节点这个状态里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他刚好在情感空窗期，你们两个居然可以通过手机上的这种联络然后奔现了，你要跟他结婚。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我觉得这种考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他女儿了。你说一个女人跟我爸没见过几面，我爸那么忙，然后完了上来就是我爸就非得他结婚，这么上头。我要是你女儿，我也担心你被骗了呀。第二点就是你们俩其实对对方其实有一些很美好的幻想，尤其是大哥，您对这个姐姐有很多美好的幻想，但我告诉你，他会实际行动的，他现在告诉你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其实就是想把你的这个滤镜给拆碎。他现在这个时间段他去拒绝你，他是对你是负责任的，其实说明他的初心是好的。所以我建议你，如果真的那么喜欢他的话，你想要以结婚为结果为导向的话，你现在不要说出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们俩就分手这个话，因为他会接受。然后大姐是这样子，所有的话你要告诉他，你不要跟他说这个结果就是我不跟你结婚，你可以跟他去重复说我为什么不跟你结婚，如果他一直都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离开。因为我们要以责任为导向去做这个行为和事情，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你们两个现在并不熟，因为你们都听不进去对方说话，他说什么你选择不理解，你说什么他选择性听不见，所以你们俩其实都不熟，你们俩连好朋友都称不上。我觉得你们俩就今天分手嘛，干干脆脆的。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首先这个先生啊，我必须说你提的要求是正常的，因为重组家庭它就是讲条件，它就是偏功利的，我觉得是 OK 的。问题在于你找的这个人他不属于正常范围啊，他现在是一个人生的低谷，他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接受他的不正常状态的这么一个人，而你恰恰好不是啊。我觉得在你的整个性格里面，就是你所有搞定人的方式就是一个销售的方式，就是用嘴上的取悦啊，然后小恩小惠的讨好，然后给人一些所谓的情绪价值。你这套方式像他这样经历过苦难的人他看不到这个，所以说白了你都难以想象他经历过什么事儿。你以为拍拍胸脯我可以，我扛得住啊，一边说着没事儿，我这个年纪还不大，我扛得住，一边又说我年纪太大了，我要结婚了。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是这个大姐不够好，这个大姐够好，你喜欢她我都能感知到是为什么。问题是你真扛不动啊，已经给过你机会试一下了，现在就明确告诉你扛不动，而且你也没有明确的足够的想扛的意愿，除了嘴上说说之外，你的那些功利性的东西在这儿行不通，换人吧。至于这位妹妹啊，我觉得你确实不容易，然后我觉得把婆婆扛在身边这个事儿挺仁义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结婚。你现在想要我说我只恋爱不结婚，我觉得是对的。就你那俩女儿独立成人，那个时候你可以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就要享福了。你想啊，你俩闺女，你那俩闺女一手拉扯大的，那俩闺女肯定会对你好的，因为你所有做的一切给他们做了足够的榜样，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知道怎么样去扛着生活去走路。到那个时候你两个女儿可以反哺你的时候，你不仅没有生活的压力，你也不缺钱，你也不会没有什么经济的来源，没有经济的支柱，两个女儿就可以支撑你了。那个时候你可以轻轻松松的自己有安全感的去结婚，我相信你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有第三段婚姻的。但是今天不如就分手吧，
这陆琪老师的分析都是拨云见日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也有这样的情感问题，如果希望陆琪老师给你来指点一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就搜索陆琪老师的名字就可以找到他。如果你要亮明自己是爱情保卫战粉丝的这个身份啊，陆琪老师还会送给大家一个新人的礼包。那其实你们二位啊，我觉得确实是在浪费时间，尤其对于这样一个经历过苦难的女性，她挺想真心投入到一段情感当中，在她很辛劳很不容易的日子当中，有那么一抹亮色，我能抽出个空我来这儿喘口气儿，对吧？哪怕咱们拉手吃个饭，晚上孩子们睡了，咱俩出来遛个弯儿，那片刻的温存是她在她艰难生活当中的那一抹亮色。但是大哥，您的出现可不是这抹亮色和让她喘口气儿的这个人啊，你成了给她又添堵的那个人了。你抛出一个说你不嫁给我咱俩就分手，她刚刚升起的那一点点小希望和看到生活中那一点点小美好，立刻让你又打翻。你没这能力，你招惹她干啥呀？她还不够难吗？我们常说人要有正确的认知，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知，对关系也要有正确的认知，否则你给了人家不切合实际的你的那些空头支票，对别人就是伤害。你不应该说不结婚就分手，而是说我尊重你的选择，我和你谈恋爱，什么时候我们水到渠成，咱俩再结婚，这才是爱呀，这才是你说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不怕你有负担，我帮你一起扛。你上来急吼吼就要结婚，你对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伤害。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爱他，您就找一个适合您的嘛，你过你们的二人世界没毛病，但请你不要伤害这样一个不容易的女性。女士，我觉得你选择不和他结婚非常的明智，我觉得也不完全说咱现在就不能结婚，我负担重，我现在不是一个结婚的时候。是你可能不容易进入婚姻，因为这毕竟你的孩子和婆婆不是另外一个人的牵挂和责任，那就真得碰到一个足够爱你的，足够理解你的，足够能够体会到你的苦难，并且从这个苦难当中你们俩共同能开出这个花的人，才有可能结婚走到一起。你说有没有这个人？我觉得有，但肯定不是他。你千万别再给我们女士添堵了，她生活不易，彼此感谢一下对方的出现，分手就好了啊。刚才上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大姐，她是全场气压最低的，我当时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我就想听听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结果她讲完这些之后，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生活当中很难遇到的一种遭遇，我很心疼她。然后还有姐姐也是有可以恋爱的权利。我虽然觉得陆琪老师说的很对，他说的很善良，他是让你先不要去考虑，因为他也怕你在其中再考虑婚姻再遭受一些痛苦，婚姻可能会这个男生并不如你所愿啊之类的这样的痛苦。但是你也别把自己心完全封闭，什么样的人出现之后你再去思考，再去判断，看他能不能给你安全感，看他是不是给你画饼，画饼的人一定离开，不能给你安全感的人一定离开。所以还是保持一个开放性的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出现的每一个人在你生命里。那个人可能会给你带来笑容，可能会减少你的眼泪，可能会给你安全感，让你的婆婆放心，让你的女儿放心。所以生活很多是美好的，我们保持这样的心态去生活，你自己也会变得积极。虽然这些话我说出来并不轻松，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向阳的引导，因为你生活太苦了，好不好？但今天我给出的建议就是，你们暂时先分开，给自己半年的时间缓冲一下，再思考一下，也许那个时候你们都想通了。马女士，我所解读到的，你对孟先生的心里的这一种感受，并不讨厌这个男人，但是如果说要爱上这个男人，有点力不从心。对，孟先生，你喜欢他，除了他的善良，还有一个年轻，他比你小10岁。你说的很爱他，只不过是一个男生去追求一个女生的情感套路而已，做不做得到，这是需要反思的。就像我刚才问你的，当然我只是试探性的问你，如果你现有的房子走进婚姻愿意写他名字吗？你马上犹豫了，你脱口而出我们是再婚，这是你的真实心态。
你这个时候没有说我很爱他，所以你对他的这种爱没有你所说的如此的刻骨铭心。我的感受是，你们两个人如果双方愿意，可以继续相处。因为马女士有一点，这段爱1年多，孟先生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你也不讨厌他，但是对再婚，我们面对这一份年轻和善良，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氛围当中的女人，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你心中是有答案的，你愿不愿意把答案写在纸上，这是你的事情。所以你看啊，就是给你们俩命个题，待会儿这个开门出不出来哈？因为现在对于结婚来说，她嫁给你，她还得多处理和你之间的矛盾，你和她女儿的矛盾，你和她婆婆的矛盾，她和你女儿的矛盾。她想了想，我还不如现在清清省省的，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我的婆婆我孝顺。她结婚没有觉得获益了，没有觉得更幸福了，除了更多的麻烦，没好处。但是我觉得她还是挺留恋和你之间的情谊的。你是不反对和她谈恋爱的，对吧，女士？是。哎，如果你说行，我是真的爱她，我同意她现在这个观点，咱俩先恋爱，你俩就出来，好吧？那我们先请4位都回到我们的这个门后边啊，看看你们的选择。同意继续恋爱就出来啊，不同意就赶紧走吧。好，我们猜猜第一对这个夫妻啊，第一对肯定出来，一定会出来。我刚才一直在观察这位宋先生，他此刻您看，他坐在这里不是恍惚，他是在沉思。对，他有想，他真的在沉思，他一直在想问题。尤其看到后一对的时候，他是全情投入的。所以有时候一念转啊，你思维模式有可能哎，对，因为他像他造成他这个原因，可能他在框架里面待太久了，对，他和社会的接触其实比较少。对。第二个，我觉得老孟会把这个马姐姐给他说服，我们再谈个恋爱。对，但我希望他们别出来。我是希望他们出来，我想也要给他一个过程啊。因为再婚其实有很多是正常的，孩子的问题、财产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他们可能考虑的更加直白一点、直接一点。但他俩其实核心点需求不同，男的想找个伴儿结婚，女的想有个恋爱，我甜蜜一下。这个男生他嘴上说的太多，实际行为态度有点欺负人，我觉得。是。但是他对他没有伤害。另外，我认为这位马女士她是渴望爱情的。好，咱先看看第一对夫妻他们的选择啊，来，请开门。来喽，牵着手，你看手拉着手出来了，好来，好，想明白一些事儿了？想明白了。这你家现在出了大事儿没有呀？有大事儿。对，那得好好解决了吧？对，你有点怕了，万一他真走了，你怕吗？害怕。那准备下一步怎么办？回家改自己的小毛病，尽量控制这些，能改过来感觉。多和媳妇儿商量沟通啊，好不好？好。你要向我学习，听老婆的话永远不会错，说这句话也永远不会错的。听老婆没事。妻子有什么想跟丈夫说的吗？我希望就是再给我们彼此，毕竟结婚了6年了，希望给我们彼此再给一次机会。遇到事儿咱解决事儿，去调整，希望你们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满。谢谢老师。再见啊！再见，再见，各位老师。哎呀，这第一对小夫妻其实还是有很大调整的空间和幸福的这个路程的哈。但是第二对其实还看看他们的选择吧，好吗？来，请开门。其实我是期待这个答案的，挺好的。我是希望是这个结果，挺好，谁也不纠缠谁了。就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两个人都可以幸福。对，人都会幸福的。有时候生活可能听起来我们有很多负担和责任，其实未见得就，也许是未来的幸福的这个通道。但我还是依然认为，他们两个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相互伤害。对。
其实不合适，我们分开彼此祝福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大家收看，也谢谢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